大家好，我是网易，你们的中文学习搭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，可比背单词、练语法实用多了。真的不夸张，不管你是来中国旅游、工作，还是和中国朋友线上聊天，肯定会遇到一个问题：被中国人夸奖的时候，该怎么回应？我敢保证，很多中文学习者都会踩坑。人家一脸真诚地说你真厉害，你脱口而出谢谢，结果对方反而有点尴尬，场面瞬间变冷。对，不是你说谢谢不对，是在中文语境里这么说少了点味道，甚至会让人觉得你有点骄傲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就手把手教你，遇到夸奖时，怎么回应才够地道、够谦虚，还能让对话越聊越轻松。全程用简单的中文，慢慢说，保证你能听懂，会使用。浩然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外国人被夸奖时直接说谢谢的情况？当然有，之前我认识一个外国朋友，他中文说得不错，我夸他，你的中文进步太快了，真厉害。他马上说谢谢，我觉得我确实很努力。哈哈，你当时是不是有点懵？也不是萌，就是觉得有点奇怪。不是说他不礼貌，而是在我们的文化里，面对夸奖，不会直接承认自己厉害。没错，中国人讲究谦虚，这是一种传统习惯。当别人夸你的时候，我们不会马上接受，反而会稍微贬低一下自己，或者把功劳分给别人，这样会让对方觉得舒服，也显得自己不骄傲。而且啊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夸奖，不只是单纯的肯定，还带着一点客气。比如你去朋友家吃饭，朋友夸你，你真会吃，太给面子了，你总不能说谢谢，我就是很会吃吧。太对了，那种情况下，你得说是你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我忍不住就多吃了点。你看，这样既夸了对方，又回应了夸奖，多完美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中文里的夸奖和回应，不只是语言交流，更是一种社交礼仪。找对方法，才能快速拉近和中国人的距离，找错方法，就容易出现尴尬的场面。很多中文学习者之所以踩坑，就是因为把自己国家的习惯直接搬过来了。在很多国家，被夸奖时说谢谢是礼貌，但在中文语境里就得灵活调整。不过，大家也不用紧张。今天我们就总结了几种最常用、最安全的回应方式，不管是面对朋友、同事，还是长辈，都能用得上。第一种方法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，就是贬低自己，同时抬高对方。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和朋友、同事相处的时候用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比如有人夸你，你这件衣服真好看，特别适合你，你们会怎么回应？我会说没有，就是随便买的便宜货，还是你眼光好，能看出好看。你看，先否定自己的衣服，再夸对方的眼光，对方听了肯定开心。非常标准的回答。再比如，有人夸你，你做的饭真好吃，比饭店的还香，这时候就可以说哪里哪里，就是家常做法，你不嫌弃就好。平时你也很会做饭啊。对，核心就是先否定，再转移。否定自己的优点，把话题转到对方身上，既表达了谦虚，又增进了感情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你帮了别人一个忙，对方夸你太谢谢你了，你真热心，帮了我大忙。这时候怎么回应？可以说别这么说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换做别人也会帮你的。而且你平时也经常帮我，我这点忙不算什么。这样既显得自己大方，又记得对方的好，特别得体。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的贬低自己不是真的否定自己，
而是一种客气的说法。语气要轻松，不要太严肃，不然就会显得很假。比如有人夸你，你学习真努力，这次考试考得真好。你可以说没有，我就是运气好，好多知识点都刚好考到了。你平时学习也很认真呀。这样说就很自然。千万不要说我就是比别人聪明，这种话一说出来，瞬间就把天聊死了，别人也不会再愿意和你交流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成绩或者优点归功于别人，或者归功于客观条件，而不是自己的努力。这种方式适合在工作、学习中使用，显得特别谦虚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。我来举个工作中的例子，比如你的领导夸你这个项目做得很好，你能力很强，这时候怎么回应？应该说，谢谢领导夸奖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都是团队里的同事一起努力的结果，大家都付出了很多，而且您指导得好，我们才能顺利完成。完美，这样说既肯定了团队的付出，又感谢了领导的指导。领导听了会觉得你有团队意识，还懂得感恩，对你的印象会更好。再比如在学习中，老师夸你这篇作文写得很好，思路很清晰，你可以说谢谢老师，都是您平时教得好，给我们讲了很多写作方法，我只是按照您说的去做了。对，把功劳分给老师，老师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，也会更愿意帮助你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有人夸你，你中文说的真流利，比很多中国人都好。这时候就可以归功于客观条件，比如没有，我在中国待了好几年了，每天都和中国人聊天，环境好，自然就说得熟练了。其实还有很多地方说得不好呢。这样说就很真实，既回应了夸奖，又不会让人觉得你骄傲，而且还能引出新的话题，比如对方可能会问你，你在中国待了几年了？你平时都和谁聊天啊？对话就能继续下去。大家要记住，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不独占功劳。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，很多成绩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，把功劳分给别人，不仅显得谦虚，还能收获更多的人脉和认可。第三种方法就是轻度否定对方的夸奖，然后表示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这种方式比较简洁，适合面对不太熟悉的人，或者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使用。比如有人夸你，你演讲的真好，特别有感染力，这时候就可以说谢谢，还差得远呢，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以后还要多学习。对，这种说法既礼貌地回应了夸奖，又表达了自己的上进心，给人的印象会特别好。再比如有人夸你，你画画真好看，很有天赋，可以说没有，就是随便画画，还在学习阶段，比专业的人差太多了。这样说既不会显得骄傲，又不会让对方觉得尴尬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比如有人夸你，你身材保持得真好，你可以说谢谢，就是平时偶尔运动一下，有时候也会偷懒，还得继续坚持。这种轻度否定，不是真的否定自己，而是一种谦虚的表达。语气要温和，不要太生硬。如果说我身材一点都不好，反而会显得很刻意，让人觉得你不真诚。没错，凡事都要适度，轻度否定就够了，过度否定反而会让人觉得虚伪。比如有人夸你，你做的蛋糕真好吃，你说难吃死了，根本没法吃，这就太夸张了，对方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，轻度否定，然后表示还要努力，这是最稳妥的方式。讲完了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再来说说那些千万不要说的回应，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些坑。第一个坑就是直接接受夸奖，
还补充自己的优点。比如别人夸你，你真厉害，你说谢谢，我也觉得我很厉害，我付出了很多努力。这种说法真的会让人很反感，觉得你特别骄傲，不懂得谦虚。就算你真的很努力，也不要这样说，换一种谦虚的方式表达会更好。第二个坑就是过度否定，显得很虚伪。比如别人夸你，你这件衣服真好看，你说这衣服丑死了，便宜又土气，我都不想穿。对方本来是好心夸你，结果你这么说，对方会觉得自己的眼光有问题，也会很尴尬，以后就不会再夸你了。第三个坑就是沉默不语。别人夸你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笑一笑，这样也会很尴尬。对方会不知道你是不是开心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对话。对，沉默有时候比说错话还可怕。所以被夸奖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出回应，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“没有没有”，你过奖了也比沉默好。第四个坑就是反问对方，比如别人夸你，你真厉害，你说我厉害吗？我不觉得这样会让对方很为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，只能尴尬地转移话题。这些坑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平时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尽量避开，多使用我们前面讲的3种正确方法，就能轻松应对各种夸奖。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掌握这些方法，我们来做几个场景演练，把不同场景下的正确回应都过一遍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习。第一个场景，和朋友一起吃饭，朋友夸你，你真会挑地方，这家店味道太好了。王毅，你怎么回应？我会说没有没有，就是偶然刷到的，运气好而已。还是你不挑食，什么都觉得好吃。你看，既贬低了自己的功劳，又抬高了对方，很自然。非常好。第二个场景，同事夸你，你这次报表做得真清楚，帮了我大忙了。我来回应一下，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我也是参考了之前的模板，不算什么。你平时工作也很认真，很多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。完美，既把功劳分给了模板，又夸了同事，特别得体。第三个场景，长辈夸你，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，经常来看我。这时候要更谦虚一点，可以说奶奶爷爷，您过奖了，来看您是应该的。您身体好好的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平时你也很照顾我们，我们都记在心里呢。对，面对长辈，语气要更恭敬一点，这样长辈会更开心。第四个场景，陌生人夸你，你的中文说得真好，一点儿都不像外国人。可以说谢谢，我还差得远呢，还有很多词语不会说。我每天都在学习中文，希望以后能说得更流利，既回应了夸奖，又表达了自己的上进心。大家看，不同的场景，回应的方式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但核心都是谦虚、客气。只要掌握了这3种方法，不管在什么场景下，都能应对自如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面对中国人的夸奖，有3种正确的回应方式。第一种，贬低自己，抬高对方，适合和朋友、同事相处。第二种，把功劳分给别人或客观条件，适合工作、学习场景。第三种，轻度否定，表示还要努力，适合不太熟悉的人或正式场合。同时，大家还要避开几个坑，不要直接接受夸奖，还补充优点，不要过度否定，不要沉默不语，也不要反问对方。其实这些回应方式不只是中文学习者需要掌握，很多中国人在日常交流中也会经常用到。这是一种文化习惯，也是一种社交智慧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大家。
以后在被中国人夸奖的时候，就不会再踩坑了，也能说出地道、谦虚的回应，拉近和中国人的距离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，一定要点赞、收藏这个视频，方便以后反复观看练习。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，赶紧点击关注按钮。我们会持续更新慢速中文内容，教你最地道的中文表达，最实用的社交技巧，帮你轻松学好中文，融入中国生活。最后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一下你被中国人夸奖时是怎么回应的，有没有踩过坑？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进步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